起初并没有人在意这场大雾，直到我们的记忆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一天。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惊醒，看着满是尘土的房间，好像已经许久没有人住过了。我这是在哪里？就在我疑惑间，我注意到了对面墙上血红色的字迹，在这破旧的房屋内显得格格不入，明显是有人刻意留下的。麻吉路144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地址吗？明明昨晚我还在家睡觉，怎么一转眼就到这里了？我下意识地想打开手机，却发现手机没有任何反应。我顿时紧张了起来，急忙起身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窗外阴沉沉的，只透出些许光亮，漫天的迷雾笼罩在周围，这种荒芜的感觉让我心惊胆寒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又往身侧看了过去，这才注意到床头的墙上似乎也有些奇怪的痕迹。末日星子已经很近了，屋里有危险。我断断续续念了出来，这些字迹与醒来时看到的一样，似乎都是刚写上去的，而且有些眼熟，但我一时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看过。屋子内充斥着发霉的味道，我紧紧地皱起了眉，打算先打开窗户透气，顺便看看外面是什么情况。可我没想到雾气比想象中的更浓，顺着窗户就飘了进来。我连忙向外扇了扇，但雾气久久都没散去。就在这时，窗外隐约传来了一阵哭声，断断续续的，十分瘆人。哭声中似乎还夹杂着嘶吼，一直在窗外回荡。冷汗顺着我的脸颊划过，楼外死气沉沉的，我吓得立马想要反锁窗户。突然，一个影子从对面的楼上坠落，狠狠地砸穿了超市门口的遮阳布。我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弱弱地向楼下望去。超市也被雾气笼罩，能看得出超市的老板已经给做好了防护措施，可最终那些铁网、沙袋没能挡住末世的摧残。要没等我仔细看清楚，屋里又响起了骇人的磨牙声，那声音如同可怖的野兽在进食。我紧紧地盯着坠地的位置，心中充满了害怕。那是什么？难道真的是末日了？窗外的低吼还在继续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我连忙将窗户关上，试图阻挡这一切诡异的声音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瑟瑟发抖地靠近墙壁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从我醒来到现在看到的所有事情都透露着诡异。缓了许久，我还是站起了身，试图从屋内再找到一些什么防身的道具。可在房间中，除了一个血迹斑斑的皮箱，其他我什么都没发现。眼看着红色的液体顺着皮箱的缝隙流淌，我有些不敢靠近，一时间脑子里各种诡异的思绪转过。可放眼望去，屋子里再没有其他东西了。犹豫了再三，我还是哆嗦着靠了过去。突然，一个罐子从皮箱中掉了出来，是油漆。我顿时微微松了一口气，再往皮箱内看去，里面竟然都是我自己的衣物。我有些懵懵的，这是我的箱子，不然我的衣服为什么都在里面？那墙上的字难道也是我写的？我捂紧脑袋想了半天，可却依旧没有想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写下的这些字。我有些不解地接着在皮箱里翻找着，除了衣物外，我又翻出了一个老旧的档案袋，里面放着一张地图，上面被标记的位置正是麻吉路144号。我再次望向了两面墙上的字迹，如果说那是我写的，是不是说明我需要往那个地址走？可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，让我不顾外面的大雾，甚至不顾危险的要前往？我隐隐觉得好像只有到了那边才能知道答案。尽管知道了要去的地方，可我联系不到任何人。一想到我要一个人走到完全未知的地方，我整个人都有些颤抖。肚子发出了咕咕咕的叫声，饥饿感一瞬间唤醒了我。我赶忙寻找吃的，可最后只找到了一瓶水。我看着手上的水瓶，就算不进入大雾，我也会因为没有物资被活活饿死。想了想，我还是起了身，收拾完了行李，悄悄地推开了门。外面有人吗？我小声地问了一句，声音回荡在整个走廊里，可没有任何的回复。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，大开的房门映衬在充满雾气的走廊里，显得十分诡异。我咽了口水，终究还是打开门走了出去。大雾末世之下，我失去了记忆，但突然出现的留言却指引我前往一个地方，那里到底藏着什么？大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一边向着目的地进发。忽然，一阵哭声伴随着脚步声在远处传来，一个古怪的身影出现在了浓雾中。巨大的头颅，细小的四肢，看起来十分怪异。我吓得直接躲到了一旁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渐渐的，那个身影从雾中走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名中年妇女，她的神情有些呆滞，走起路来也是晃悠悠的样子。我敏锐地发现她双手发紫，指甲也没有任何的血色，眼球向外凸起，布满了血丝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停了下来，诡异地四处张望着。我紧紧地捂住了嘴，四周一片死寂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正当我庆幸他没有发现我的时候，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
他猛地抬头看向我，一边嘶吼一边向我冲了过来。芊芊去哪儿了？你快把芊芊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他扭曲的姿势让我感到头皮发麻。我很想跑，可我被吓得两腿发软，根本站不起来。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知为什么，他忽然跌倒在路上，一动不动。雾气中安静的可怕，等待了半晌，看他依旧没有动作，我谨慎地凑了过去，只见他手中死死地握着一个本子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芊芊。看样子他只是晕了过去。我小心翼翼地捡起他手中的本子，上面写满了日记，里面全是他找寻女儿的事迹，看样子芊芊就是他的女儿。我继续翻看着日记，不知道为什么日记中没有写过日期，而且他每天都在重复做着一样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地址，麻吉路144号。他也要去那里？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在本子上撕了2张空白的纸，就在我塞进口袋时，我忽然发现口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我拿出来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放着的竟然是一张高铁票。5月1号，麻吉市。这张高铁票的终点正是我现在所在的城市，难道我本来就是要来这里？可我却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买的票。5月1号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无数的疑问充斥在我的脑海中，疑点也越来越多。想了想，我顺着目标的方向继续走下去，路边的商店几乎空无一物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到达了终点，麻吉路144号麻吉医院。我惊讶不已地看着目的地，破败的医院在大雾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凄凉。我有些胆怯，如果医院里的人也都和刚才的女人一样，我会不会有危险？我紧闭着嘴在医院门口站了半天，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，既然都来到这里了，那去看看吧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医院，时刻注意着周围的情况。医院的楼道里依旧充斥着雾气，我摸索着墙面缓缓前进，突然手心传来了黏黏的触感，我抬眼望了过去，手掌沾满了红色的痕迹。我心头猛地一惊，缓缓看向墙壁，只见墙上写着3楼是安全的，快上来。这字迹我看着无比的眼熟，我以前一定见过。难道说我来过这里，还是说这里有我认识的人？我咬了咬牙，继续向上走去。越是靠近3楼，墙上的留言越多，内容也更加详细。千万不要离开这里，你一定要守住医院。芊芊不见了，张姐出去找了，希望他们母女平安无事，不要走太远，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。原来刚才遇到的女士就是张姐，看样子她的孩子走丢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来到了3楼，整个走廊几乎都被红色的留言填满，墙上也陆陆续续地出现零散的便签纸，粮食越来越少，少吃点给孩子留着。也不知道楠楠过得怎么样。楠楠，那是我的小名，只有爸爸妈妈会这么叫我。这是同名同姓，还是……药还够，但是不多了，我们要坚持住。2楼让给张姐和芊芊了，正好3楼有药。昨天下雨了，顶层放了很多水桶，记得收。坚持下去，我们还有女儿呢。不困不要睡觉，多看着点门外，别错过了楠楠。果然是爸爸妈妈。5公里内已经没有吃的了，老头子腿还不能下楼，只能靠我去找吃的。心入大雾再睡觉会失去当天的记忆，尽量2个人分开时间睡。楠楠买了车票，一定会来的，千万别走，无论如何都要等他回来。此刻我的眼泪已经决堤，我发疯了似的挨个房间寻找，最后我在一间病房里看到了他们。母亲已经瘦骨嶙峋，整个人看起来也摇摇欲坠，父亲躺在病床上虚弱地看着我。是你吗，楠楠？妈，我回来了。楠楠不怕，咱们回家了。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要快，而我眼中满是惊恐。公司小群里又活跃了起来。哎，你们听说今天会有大雨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没带伞。SB 老板晚上不会又要我们临时开会吧？好想早点回家。+1+1，同事们纷纷应和。我抬头看了看外面阴沉沉的天气，总觉得心里有一丝沉甸甸的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窗外突然下起了暴雨。这雨应该不会下很久吧？暴雨吗？应该很快就停了也好，至少不会那么热了。群里又开始一阵吐槽，由于台风天气，今日批准提前下班，请各位同仁注意出行安全。是行政发来的信息，他居然还贴心的艾特了所有人，我们全都喜出望外。办公室里传来一阵欢呼，然而事情比预想的复杂。我和同事从办公室出来时，才知道电梯已经停运了，于是我们只能走步梯下楼。当我们来到门口时，才发现门外的积水已经到膝盖了。怎么办？
我们硬着头皮过去吧。身旁的男同事说着，便一脚踏了进去。我望着眼前的积水，将一只脚踏了进去。一阵冰凉的触感袭来，我皱了皱眉，还是把脚缩了回来。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短裤，浑浊的积水不免让我有些害怕。最终我放弃了，选择暂时留在大楼里，静观其变，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这场暴雨快点过去。然而我独自等待了1个多小时，也没能如愿，暴雨仍在继续。我回头看了看漆黑的大楼，整栋大楼现在已经断电了，要我一个人在大楼里面待着，想想都害怕。于是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一脚踏进了淹没小腿的雨水中，艰难地往地铁站走着。我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一脚踩空，直到看到了地铁站的指示灯，这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因为地铁站还在正常运行，就在地铁进站的那一刻，我把它当做了希望的列车。随着地铁门关闭，我的心也跟着放松下来。车内的人并不多，大家都浑身湿漉漉的，拿着雨伞，低头还在刷着手机。我随即找到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。然而就在前往下一站的途中，地铁忽然间停了下来，不久车厢里便响起了广播：尊敬的乘客，车体出现轻微故障，正在排查，请各位乘客不要惊慌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听到一声惊呼：我操，车厢里怎么进水了？顺着声音来源看去，我就看到有细小的水流正通过地铁渗进车厢，还好水量不太大，但我的心里依然很慌，怎么办？我看着大家慌张的神色，默契地远离了车厢口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渗水的车厢。没过不久，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便从外部打开车门，开始进行疏散工作。此时水已经没到了大腿根，我跟随着人流有序撤离，周围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满心以为只要跟着工作人员就能找到出路，可下一瞬间，巨大的共振声从前方传来，刚走没多远，我们却被告知需要原路返回，前面通道的水已经都淹了过来。没办法，哪怕现在大家都挺绝望，但我们也只能返回车厢。可是现在车厢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等我们全员上车后，车厢积水已经到腰部了。不仅如此，水势的蔓延还在继续，越来越多的雨水渗进车厢，小孩子早已被自己的家长抱了起来。我听到车厢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哭声，我们都已经站在了椅子上，可却没什么作用。我面色发白，止不住的颤抖，从没想过自己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。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溺水的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呼：啊，有人晕倒了！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还要快。啊，有人晕倒了！顺着声音看去，一个瘦小的女孩正艰难地拽着身旁的老人，尽她所能地把老人的口鼻露出水面。旁边人见状，赶忙也游了过去。水依旧在蔓延，当水漫到胸口时，大家都开始慌了。此刻我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最恐怖的不是水慢慢高涨的那种无力感，而是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好多人都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。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：“快砸窗！”话音刚落，周围纷纷出声：“不能砸呀！你一砸，窗外的水灌进来，情况会更糟的。”可是不砸的话，大家都活不下来。说着，扑通一声，有人就潜入了水下，似乎想把椅子下的灭火器拿上来。可是他前前后后往水底试了几次，都没能成功。着急之下，只看到他拿着一把雨伞疯狂地砸着窗户。可雨伞又怎么能把窗户砸坏呢？眼见着他体力不支，脸冲着车顶，只露出嘴巴和鼻子呼气。旁边的一个高个子大哥一直用手帮他顶住头，不让他头沉到水里面。这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很绝望了，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都是那种大口大口的喘气声，很多人都已经因为缺氧迷迷糊糊了，就靠着最后一点求生的信念在撑着。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电话，好像在跟家里人交代自己的银行卡号，这在我听来就像是遗言。受到他的感染，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手机，于是我心想是不是应该也打个电话，可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打给谁。我捏紧手机，感觉眼前浮现了很多往事，此刻有太多的话都说不出口。最终我给妈妈发去了一条信息：妈妈，我好像快不行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仿佛承载了我所有的情绪。眼看着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不再去看手机，努力地调整着呼吸的节奏。可是头晕恶心的感觉还是逐步侵袭着我的神经。手机的铃声让我清醒了片刻，是妈妈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妈妈哽咽的声音：小爱，闺女，双方都已经在想办法了，你要坚持住，你要坚持住。可现在的我已经很虚弱了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一阵砸窗户的声音响起，车厢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束光亮。是救援队，
救援队来了！只见外面的救援人员击打着车窗，一声声的充满希望。玻璃裂出了一个窟窿，氧气涌了进来。有人把缺氧的人先拖到窗口，让他们能吸上空气。接着，越来越多的车窗被攻破，外面的空气涌入车内。我感受到自己的意识正在逐渐回归，生命的气息正在重新燃起，水位慢慢下降。车厢里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传递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互鼓励。大家都别慌，把晕倒的人先转移。有人开始主动帮忙疏散，注意搀扶好老人和孕妇。随着人群中的一声声建议，大家很自觉地让开一条道，救援人员搀扶着老人逐步离开。接着又有人喊：接下来让女人先走吧。此时车厢里的所有的男士都站在了两侧，我自然是跟在了女人的队伍里，可我还是有些头晕，走起路来昏昏沉沉的。而这时旁边不管男生女生都会说一句：你靠着我就可以。当我终于从那犹如地狱一般的车厢中逃出来时，我甚至有些恍惚，站在原地驻足了很久。身旁被搀扶着的人们个个脸色苍白，但却面带微笑。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躺在担架上，我知道那是没能坚持到最后的人。是啊，有那么一瞬，我也距离死亡那么近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五迷三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的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丫丫脸色发白：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点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。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，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她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
女儿因为好奇，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她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打了回去，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，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丫丫今天跟我说，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。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腥甜味从心口涌上来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丫丫竟站在我的面前。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感觉到丫丫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，她迷路了，让我去找她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，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压了压帽檐，抬头瞄了瞄四周，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，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。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，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，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，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。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叫唐玲，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。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，我的主业是小偷，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。入夜，我穿戴整齐，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。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个小区没有监控，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。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。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，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，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。我顿时放松下来，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。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有些傻眼，里面竟然不是首饰，是2根金条。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。我将金条放进口袋，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，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。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。
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所以透过衣柜门缝，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她放下皮包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。大约过了1分钟，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？将她打晕然后逃走，还是跪地求饶？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。突然间，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女人迟疑了一下，手松开了柜门，转身去接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，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干嘛？我刚到家。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，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，她对着电话在撒娇。既然想人家，就来看我啊，我做好宵夜等你啊。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，还有一个男人要来，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？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，现在难度系数更大。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。我咒骂了他几句。周鑫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算是雌雄大盗。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，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，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帮周鑫脱身。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，他却没了音讯。客厅里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，她似乎心情很好，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，在杯沿上亲了一下。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？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，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？我伸手拍了拍脸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。终于，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，我猜她是去洗澡。果然，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谢天谢地，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，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，走到了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静静，是我，你的小甜心。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。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打开房门。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恰好挡住了她的脸。久等了吧？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，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。女人让男人进了屋，我还注意到她随手将门反锁，来到酒柜前。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，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，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，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。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，我的男友连个人瘾都没有。这个周鑫果然很狗。你比玫瑰花香，比红酒更醉人。男人暧昧地说。女人娇笑着躲闪，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得我缩了缩脖子。别动，我来弄。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，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。男人一直背对着我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。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，男人笑着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周鑫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他竟然劈腿了，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柜门上，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忘了呢？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贼。衣柜里有动静。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：周鑫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？我新买了一套好看的睡衣，就在衣柜里。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。我这就去拿。周鑫两眼放光，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。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，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就像喝醉了酒。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的后背再次发凉。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，周鑫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用力扣着手心，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。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。女人蹲了下来，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，真给男人丢脸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看向衣柜，冲着我挑了挑眉。我吓得魂都丢了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，
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，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。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女人给周欣喝的红酒有问题。我想把周欣叫醒，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，只能拉开一道缝，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欣，可她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，身上多了一条围裙。她想干什么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女人再次看向衣柜，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，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。她又走向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了一档娱乐节目，画面是一对新婚夫妻在拍婚纱照。男生1.85米的身高，还是个金融硕士。女生很幸福地说：“我们俩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牵手 APP 认识的，全是年薪大几十个，想认真谈恋爱的大帅哥，不是985就是海归硕士，头像必须经过真人认证，姐妹们赶紧冲！”并把声音放得很大。这个牵手 APP 不错，女孩子都会喜欢。他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，我的头皮不禁发麻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，毛骨悚然。女人拉开了电锯，竟然把周欣分尸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，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。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，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。警察，我要报警！麻区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，我是小偷，目前躲在衣柜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，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。只见女人收拾好后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轻轻说了声好困，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。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。很快，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打开一道门缝，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。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。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。女人坐起身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怎么不躲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。别伤害我，求你了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哀求她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有了你，增添了我很多乐趣。女人勾着我的下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，你是第一个，是不是很荣幸？”看着她兴奋的表情，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。我眼眶含泪，颤抖着说：“我不行，真的，求你放过我！放过你？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，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”我哭着对她说：“闭嘴！”她突然变得暴躁，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我。说完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。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，周围也是一片陌生。回想起之前的一幕，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痛感。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用被子裹紧自己。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安全了。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，我们迅速出警，罪犯已经伏法。听完警察的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依旧瑟瑟发抖。后来了解到，女人因为被背叛，一怒之下杀了老公，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，再杀掉他们，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周欣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。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像小丑一样，在他面前丑态百出，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。